这黎巴嫩的爆炸事件，没想到让全球的电子制造企业那心里是慌的一逼啊！这谁能想到传呼机、对讲机，现在就连打卡机都能成为杀人武器了？你看看给人黎巴嫩人吓的，那下班打卡就跟抽生死气儿的。照这么发展下去，那手机、电脑、iPad、相机、电视、扫地机全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引爆点呀！要说以色列这一手玩的，那是真没顾及他大哥老美的感受啊！自打这苹果 iPhone 16推出以来，本来这预售效果就不理想，结果呢，现在大伙儿纷纷都猜测了，说这 iPhone 会不会变成手雷呀？这导致苹果前2天市值一下蒸发了上千亿。我觉着吧，这苹果市值还得继续往下跌，为什么呀？你看当年那3星手机在咱们国内多火呀，可是接二连三炸了几回之后呢，在咱国内的市占率库嚓一下就见底了。你再看苹果，虽然目前还没有传出苹果的产品能被远程制爆，可是架不住人类最大特点，它就是容易联想啊。现在中东那边的国家已经开始陆续警觉了。这阿联酋又说了，说今后所有进口的电子产品必须提供全产业链的中国生产证明，要不连海关都进不去了。你可能不知道啊，这目前中东的白头巾大哥们虽然科技水平落后了欧美一个档次，但是架不住人有钱呀。所以这目前全球智能手机覆盖率最高的地方，那就是中东。整个中东目前有2亿智能手机用户，这要是接下来白头巾大哥们对欧美的电子产品产生了心理阴影，那这块肉不就等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？那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，这苹果手机它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遥控炸弹？是不是换了华为就安全了？目前这网上有2种声音，一种呢是苹果它肯定是不安全的，毕竟这是老美产的；另外一种声音呢，则是说这苹果的 iOS 系统是封闭系统，反而比用安卓的什么 OV、小米它更安全。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，甭管您用的是什么手机，但凡你的手机被人刻意做了手脚，那你是安卓也好，苹果也好，你都不安全。毕竟在手机的组装期间，如果被人掺进了点 C4 炸药的话，那甭说手机了，就算你用的是电动牙刷，也能让你被动张开你的血盆大口啊！所以呢，这真正的问题不是电子产品是哪国的品牌，用的是什么系统，而是在生产过程中谁家的产品它更容易被渗透。我再说直白点，那就是谁家的东西它更容易被人做手脚。所以呢，基于这一点，说 iOS 是封闭系统，所以更安全的，那全都跑题了。咱不说这 iOS 系统是否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安全，毕竟在利益面前，这封闭的系统也是可以给国家权力机关开后门的。所以朋友们，咱既不要跟风说苹果手机可能成为手雷，咱也不吹着苹果有多好有多安全。这黎巴嫩爆炸事件最大的受益方其实不是华为，而是中国的供应链制造，因为现在其他地方的供应链已经明显的被中东大哥所怀疑了。你欧美生产加工的、印度生产加工的，甚至就连咱们台湾岛生产加工的，那都有可能在生产环节被以色列跟大老美所渗透。可是中国国内的供应链组装环节呢，它外人很难渗透啊。所以我猜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电子产品的代工订单飞过来 ，Made in China 也许会成为一个金字招牌。它不仅代表的是品质，同时还代表的是安全，而这也许才是天上掉下来的意外之喜。